未婚夫赠我换魂玉，害我被人夺舍，做了孤魂野鬼。可他却与那占我身体之人恩爱相守。他们借我公主身份享一生荣华，生儿育女，加官进爵。我孤苦飘零，魂无所依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他赠我玉佩之时。我欣然接受，转手将玉佩赠一继子。这一世不晚死他们算我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从没想过能亲眼看见自己身死。嘉诚公主赵华音回光返照，含笑倾诉她幸福美满的一生，夫妻恩爱，子女孝顺。虽然短命，但她这一生了无遗憾。我冷眼瞧着原本属于我的驸马顾廷炫，长相笑似我的孩子，在他断气的那一刻，全都发出了悲痛欲绝的哭声。谁也未曾提起过一句，我这个早已被剥夺了一切的真正的赵华音。眼前的人，他是我的丈夫，却又不是我的丈夫。他们是从我身体里出生的孩子，却又不是我的孩子。他们是踩着我的命往上爬的魔鬼，是害死我的罪魁祸首。许是多年积累的仇恨一朝爆发，我竟以灵体的形式流下了血泪。我冲着顾廷炫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发出的声音刺耳尖利：顾廷炫，若能报仇，我定与你不死不休。可随后我的身体便开始逐渐变得透明，我以为是我的日子到了，便闭上眼准备认命投胎。可没想到耳边竟又回荡着顾廷炫那令人讨厌的声音：殿下，这枚玉佩是我顾家的家传玉佩，是要送给我日后的妻子的。如今陛下赐婚，这枚玉佩送给公主再合适不过了。等等，怎么又是顾廷炫的声音？我只觉手心一片冰凉，睁开眼，手中赫然躺着一枚玉佩，是换魂玉。而眼前的顾廷炫年轻俊美，我竟回到了顾廷炫赠我玉佩之时。殿下。见我发愣，顾廷炫再次开口，他的脸上挂着笑，眼里却闪过微不可察的不耐。我将玉佩握紧，扬起了笑，既是阿炫所赠，我定日日佩戴在身上。听到我这么说，顾廷炫的眼眸中闪过得逞过后的真实的笑意。玉佩代表着顾府对殿下的情谊，还望殿下妥善保管。我点头应是，随后编了个理由告别。顾廷炫目的达成，自然不会与我多纠缠。我回到马车上，将玉佩随手扔到了角落里，掩面痛哭，吓坏了春哥。春儿是我的贴身侍婢，上辈子跟在已经换了信子的柳依依身边。因着自小侍奉我的缘故，她发现了我被夺舍后的异常，因此被柳依依折磨致死。殿下可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春哥惊慌失措，拿着手帕为我拭泪。无事，回宫吧。另外，帮我找个濒死之人，要身份卑贱，身世复杂的。既想要圆满，那凭什么踩着我的命继续他们美满的一生？这辈子身世、荣华、爱情，他们一个也别想得到。我要让他们渴求的一切都化为虚无，在我手中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知道10日之后便是上辈子我被夺舍的日子，所以让他们抓紧时间为我寻找合适之人。当他们带着一濒死的继子来寻我时，到底犯了难。殿下，这琼娘是青楼的继子，大夫说要时无医，就在这几天了。她患的乃是脏病，您勿要上前，免得污了您的眼睛。他们寻遍京城，只找到了这一个与我所要相符的。那女子满脸脏污，但也依稀能看出来是个清秀之人。我驱散所有人，走到她面前蹲下，讲述了我寻她的意愿。我知道被人夺舍的痛苦，所以不愿强人所难，哪怕我能许诺给她的亲友无尽的荣华富贵。那女子听完面无波澜，只睁开眼睛，像老朽般毫无生机，只问了一句：用完这身子之后，可否一把火烧了？见我疑惑，她自嘲一笑，免得让我那黑心肝的父母和弟弟拿她去配了阴婚，让我在地下也要牢牢受他们的掌控。我被他们绑了，卖到青楼，已经被他们毁了一辈子，不想死了也要被他们榨干我的骨血，我不甘心。她声如老妪，只在提到父母兄弟时带上了咬牙切齿的恨意。我听明白了，问：你可愿报仇？听到报仇二字，那女子像是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。当真？我点头，我是公主，你想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你，这是我最后能为她做的。
顾廷炫赠我玉佩，只言明说是给顾府日后的当家主母的。上辈子的我爱慕他，见此自然心中欢喜，当即便将玉佩佩戴在了身上。可我没想到，不过10日，我便魂魄离体，而顾廷炫搂着我，极尽温柔地喊他依依。原来顾廷炫有一位自小体弱多病的青梅柳依依，在他油尽灯枯，而顾廷炫求医无果后，他便听从一个妖道的话，动了夺舍的念头。他为他殚精竭虑，亲自挑选了300位女子，可不是家世不好，便是容貌不够出挑，又怕到时难过我这一关。思来想去，顾廷炫便赌了把大的，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。我是帝后膝下唯一的嫡公主，身份尊贵，容貌屹立，断然不会委屈了他的青梅，又与他有婚约在身，名正言顺。所以他将那妖道给的换魂玉相赠，做法将柳依依的魂魄送进了我的身体里。而柳依依的躯体身死，我魂无所依。我被人夺舍，本不该身死，又无鬼差来索我的命，于是变成了日日飘荡的孤魂野鬼，只能怀着仇恨看着这对狗男女恩爱相守，借着我的身份，踩着我的命，享受着原本属于我的一切。上辈子我与父母阴阳两隔，为了不让父皇母后看出破绽，他减少了那人与他们的接触，除却必要的宫宴，顾廷炫很少让他进宫。父皇母后思女心切，顾廷炫便让他生下来的孩子进宫陪伴二老。那是从我的身体里诞育的孩儿，长相与我极其相似。父皇母后爱屋及乌，极其疼爱这2个身上融着我骨血的孩子。即使后来父皇让位皇兄，也依旧让皇兄为孩子们封爵。上辈子的嘉诚公主一生尊荣，唯一可惜的便是红颜薄命，不过30岁便香消玉殒。驸马顾廷炫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儿子袭爵，女儿1年前也被封了郡主。他享受着顾廷炫为他夺来的一切，活成了京城绝大多数贵女心中艳羡的对象。我把换魂玉放在了琼娘身边，让人把她安置好。顾廷炫和柳依依既想要不劳而获，那便承受抢夺他人身躯带来的后果吧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一辈子从公主变成继子，顾廷炫和柳依依还能否像上辈子那样恩爱相守。由于要处理琼娘的事情，我回宫便晚了些，正好碰到了从母后宫里出来的皇兄。见我晚归，他板起脸训斥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成何体统？我从小便跟在皇兄身边，知道他是个面冷心软的性子。他从小被当作储君培养，被太傅教育的不苟言笑。我时常跟父皇母后嘟囔皇兄是没有白胡子的太傅，偶尔也觉得他管我太多太严。可相隔10几年，如今再听到这熟悉的话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眼泪便倏然落下。皇兄吓得登时变了脸色，站在我面前手足无措。你莫哭，皇兄没有凶你，我只是怕你受伤。我一边擦泪一边笑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而父皇母后不知何时从殿内出来，见我哭泣，以为是皇兄欺了我，刚要开口训斥，便被我扑了个满怀。什么公主，什么礼仪规矩，此刻通通一边去。我只是离开父母太久的女儿，我只是太想念他们了。与父母兄长温存一番后，我回到了自己的朝阳宫。我并没有将今日之事告知他们，因为我知道按照父皇的脾气，告诉他恐怕就直接把顾廷炫拖出去砍了。可我不想让他死得那么容易。朝阳宫离得近，我回去时，东鹤正坐在椅子上，指挥着一些低等级的宫女太监做事。春歌与东鹤都是我身边侍候的1等宫女。春歌温厚善良，忠心不二，负责我的饮食起居；而东鹤心思缜密，善管理，便负责朝阳宫的公务。见我回来，他从椅子上起身，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，将我上下扫视一番。殿下今日与我们的准驸马相谈如何啊？我并未回答，而是似笑非笑地瞧着他。来人，把东鹤拖下去。杖毙！我话说出口，不仅朝阳宫的宫人，就连春歌也愣了。殿下，您莫不是开玩笑呢？东鹤反应过来，先前脸上的戏谑玩笑尽数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慌惊惧。他扑通一声跪地，扑过来抱着我的腿，开口就哭：殿下，东鹤兢兢业业为您打理公务，今日不知是哪里得罪了。
我扬手便给了东鹤一巴掌。我竟不知你已经想和本宫做姐妹了。东鹤趴在地上，听到我的话，脸刷的一下惨白。上辈子的柳依依，哪怕尽量减少入宫次数，还是免不了要面见帝后。东鹤从小伺候我，对我的喜好了如指掌。顾廷炫用驸马妾室的位置诱哄他入局设计我，又让他说出我的喜好，助柳依依过我父皇母后那一关。永宁侯府的爵位3代世袭到顾廷炫这里正好是第3代，他想延续顾家的荣耀，便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。东鹤与顾廷炫里应外合，在我的马上做了手脚，为顾廷炫创造了马场相救的机会。他对我隐瞒了与柳依依的私情，让我对他一见钟情，这才有了父皇赐婚的圣旨。他野心太大，看上了我的地位，为人骄傲，却不得不在我身边伏低作小。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折辱，便越发不喜欢我，这才想到了夺舍的法子。一个听话乖巧又身份尊贵的妻子，才是他终生所求。事已至此，东鹤岂会不知我已经知道了全部？他面色灰白，抖着唇朝我爬过来，声泪俱下的求饶。他说是顾廷炫引诱他，一切都是顾廷炫的错。我蹲下身，掐住他的下巴，与他平视。他顾廷炫日后要伺候本宫，都只能说驸马侍寝，没有本宫的准许，谁给他的胆子纳妾？东鹤，你自小长在本宫身边，眼皮子就这么浅吗？你被蛊惑是真，可要害我也是真。念在你自小陪我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便给你留个全尸吧。东鹤最后选了一杯毒酒，我亲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没了气息，吩咐下去，今天朝阳宫的事情，若是有人敢向外透露一星半点，东鹤的今日便是他们的明日。春哥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气得浑身发颤，啐道：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当真可恨。那殿下接下来要怎么做？接下来我让人悄无声息地处理了东鹤的尸体，再找人模仿他的笔记给顾廷炫通风报信。杀鸡儆猴之后，如今朝阳宫人人风声鹤唳，都自觉闭紧了嘴巴。就这么持续了几日，顾廷炫让人给东鹤递了消息，他们要动手了。我按照消息上的时间，在这一日十分配合的，莫名其妙地晕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京中一个6品官员家的女儿病故，被太医医治1天1夜之后，我悠悠转醒。顾廷炫比任何人都积极地挤到我床前，握着我的手：殿下，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？顾廷炫一边惊喜又紧张地看着我，一边用眼神示意他的身后。守在我床前的还有父皇母后和皇兄。父皇母后以为他紧张我，对于他此番失礼的行为倒也没说什么。我学着上辈子柳依依的神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就是不说话。他瞧着我略微蹙眉：怎么了？我有些委屈地开口：我想吃百花糕。顾廷炫瞳孔骤缩，百花糕的主要原料是牡丹花，而柳依依对牡丹花过敏。我很明显地感觉到顾廷炫握着我的手开始发抖。阿炫，你可是冷了？反应过来的顾廷炫噌的便甩开了我的手，随后意识到此举过激，慌得立刻解释：臣只是过分担忧公主殿下。父皇母后此刻没有心情关注他，全都凑过来关切地问东问西。倒是皇兄看着他若有所思。再次经过太医诊脉，得出我没有什么事情后，他们才彻底放心，离开朝阳宫去处理政务了。走之前，顾廷炫旁敲侧击地问我：前几日臣送给公主的玉佩可还配在身上？我母亲想着过几日进宫来向您问安，若她见您佩戴，定是欢喜。我从枕头下拿出一枚玉佩，与顾廷炫送我的玉佩极其相似，只是成色不一样，更少了几分阴邪之气。诺，这不是……哎呀，怎么变成皇兄送的玉佩了？我拿出玉佩，仔仔细细地瞧了一眼，随后满目愧疚地看向正死死盯着我手里玉佩的顾廷炫。阿炫，忘记跟你说了，在你送我玉佩之前，皇兄也曾赠过我一枚玉佩。当日你送我玉佩之后，我在回宫的路上碰到一个乞丐，我让人把皇兄赠的玉佩送给他，让他换了银子给自己治病。当时天色已晚，我看不清，恐是将你赠的玉佩当成皇兄赠的。听完我的话，顾廷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气得额头青筋暴起，却不敢指责我将他的玉佩送给乞丐，
只能站起身斥责我不敬皇兄。殿下怎能将太子送您的礼物随意赠给乞丐呢？若殿下真想救命，大可给他一只簪子，一方手帕，都是可以换钱救命的东西。我被他斥责以后万分委屈，可还没等我开口，皇兄先开了口。不过是死物罢了，嘉诚就是丢掉姑也不在乎，倒是顾公子，你僭越了。顾廷炫忙下跪请罪，那枚玉佩是皇家之物，臣只怕既是皇家御赐，那姑会让父皇再赐一枚玉佩给顾府。嘉诚累了，你且退下吧。皇兄打断了顾廷炫的话，让他早点出宫。再不甘心，顾廷炫也只能安分告退。他太过自信，以至于都没有发现东鹤的消失。顾廷炫走后，皇兄坐到我床前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是的，他根本就没有赠过我玉佩，是我让人连夜去做，借用了皇兄的名义罢了。迎着皇兄探究的目光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顾廷炫的阴谋和盘托出。而皇兄气得手捏得咯吱作响。顾廷炫他放肆，妹妹别怕，哥哥这就让父皇下令把永宁侯府削爵抄家。我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，就知道他会是这个反应，于是连忙拽住了他的衣袖。可这种死法岂非便宜了他？皇兄，让我自己做吧，我能把这件事处理好。他敢把这种阴邪之法用到我的身上，那我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把计划向皇兄和盘托出，让他暂时替我瞒着父皇母后。为了不让顾廷炫生疑，他还去求父皇赐下一枚玉佩，当作因我的失误而向顾家赔罪。一时间，京城权贵都知道，不仅嘉诚公主极爱慕顾廷炫，就连皇帝和太子都对顾廷炫青眼有加。而顾廷炫一边活在被众人高高捧起的虚假繁荣之中，一边焦急地满京城寻找我口中的乞丐。毕竟那可是从小陪他一起长大的青梅啊。听说柳依依在琼娘的身体里醒来之后，不敢相信自己如今的处境，每日不是喊着自己是嘉诚公主，便是官员家的小姐，更发疯一般的要去寻找顾廷炫。他说他是永宁侯世子的心之所爱。上辈子我变成游魂之后，才知道使用幻魂玉夺舍并不是万无一失。幻魂玉虽可以更换灵魂，可如若原主意志强大，还是有机会回到属于自己的躯体里的。而顾廷炫为了断绝我回来的机会，竟谎称我生病，让我的父皇母后送来了指尖血混进朱砂，让柳依依佩戴。至亲骨肉的血庇护了夺走我身体的柳依依，也彻底断绝了我生存的机会。但我的命格与柳依依相克，她无法承载我的命格，仍旧要承载阴邪之术带来的后果，最终还是落了个红颜薄命的结局。而这一世被他夺舍的琼娘早已心存死志，恐怕早就飞升极乐，再不肯看这污糟的世间一眼。柳依依原身已死，无人与她抢夺琼娘的身躯，虽不知两人命格是否相克，可对我来说却是足够了。我瞧着底下人上报来的内容，嗤笑一声，随手把纸丢在了蜡烛上。既是心之所爱，那本宫怎能阻挡心爱之人相见呢？我让人撤了对柳依依的监禁，再把顾廷炫的消息透露给他。第二日，驸马当街与青楼女子拉扯不清的消息便传遍了京城。这一日，我与春哥早早等在了顾廷炫会出现的路上。而顾廷炫出现之后，我远远看着一个满身脏污的女子朝顾廷炫跑去。她扑到顾廷炫身上，声泪俱下地喊道：“炫哥哥，我是依依啊！”顾廷炫脸色一变，看见她的惨状，眸中浮现心疼之色。他正要扶起柳依依，便听到了一伙人远远的喊叫。她是醉春楼偷跑出来的继子，身上染了病，莫要脏了大人的贵体啊！来人喊的声音之大，半条街的人都能听见。远远的，我看见顾廷炫的脸扭曲一瞬，眼中闪过嫌弃之色。伸出去的要扶柳依依的手也尬在了原地，扶不是，不扶也不是，最终只能咬咬牙，伸出一只手把柳依依扶稳，并默默拉开了距离。柳依依发现了他的举动，崩溃大喊：“你嫌弃我？你嫌弃我是不是？炫哥哥，我是你的依依啊，我是柳修传家的小姐啊，不，我是公主，我是嘉诚公主啊！”顾廷炫听他这样喊，立刻怒斥：“哪里来的疯子，竟敢直呼公主封号！”柳依依不可置信地看着顾廷炫，可没等他继续喊，
来抓他的醉春楼的老鸨便穷凶极恶地给了他一巴掌，恶狠狠地道：为了给你治病，花了我醉春楼多少银子，贱蹄子居然还敢跑，看老娘不打死你！随后一群人涌上来，对着柳依依拳打脚踢。顾廷炫到底看不下去，出声制止了他们的行为。围观的老百姓也开始纷纷出声赞扬顾廷炫，到底是一条人命，这位大人心地良善，会有好报的。戏看够了，我让春哥抱了一些零嘴儿，装作偶遇的样子出现。我十分惊讶，忍着恶心，亲昵地拉近了与他的距离。阿炫，怎么在这儿？顾廷炫没想到我会出现，极力压制眼中的慌乱。我偶然路过这里，见这群人在殴打这名女子，看不下去，出声制止罢了。这里脏污店，你还是早日回家吧。顾廷炫想让我早点消失在这里，免得听见一些不该听到的风言风语。我却夸赞顾廷炫，眼神落在柳依依身上。阿炫当真是良善之人。事到如今，柳依依怎会看不出我的身份？她趴在地上，怨毒地看着与顾廷炫举止亲密的我，眼底一片猩红，疯狂地朝我扑了过来，却被我身边的护卫拦住。是你夺走了我的身份，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我才是赵华音，我才应该是嘉诚公主啊！我在场，顾廷炫无法直接下令让人捂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依依讲出了这等疯话。看来顾廷炫对自己的计划十分自信，平时没少给柳依依述说计划成功后的美满生活，这才让柳依依执念颇深，近乎疯魔。我淡淡一笑，当真是个疯子。顾廷炫本来汗流浃背，听到我的话后立刻顺杆爬，这等疯话免得污了殿下的耳朵。我回宫之后，让人添油加醋地把顾廷炫今日之事到处宣扬。听说柳依依后来干脆破罐子破摔，跑到永宁侯府门前撒泼打滚地说，自己与顾廷炫已私定终身，要让顾廷炫为自己负责。而顾廷炫则直接让人把柳依依捆了，扔回了醉春楼，并对外宣称自己从未踏足醉春楼，自己只是受到了污蔑而已。可他当街与青楼女子拉拉扯扯是事实，如今种种行为不过亡羊补牢而已。很快，参奏顾廷炫的奏折便像雪花一样飞到了父皇的御案之上。父皇斥责顾廷炫败坏皇家名声，而我也拒绝见顾廷炫。不得已，他只能再次给东贺传递消息。消息里除了几句酸言酸语之外，便是询问我如今对他的看法。毕竟失了幻魂玉这枚棋子，他便只能依照原来的计划做我的驸马。我让人回复他，就说本宫很伤心，但还是相信他，希望他能平息眼下的舆论。我要逼他一把，看他在心爱之人与自己的前途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很快我便知道了答案，前去暗杀柳依依的人尽数被我的暗卫控制。他这一段日子不是被青楼老鸨打，就是被琼娘的父母兄弟侮辱打骂，如今再被人追杀，此刻缩在墙角，目光呆滞，已经被吓到失禁。我让人留活口，当着柳依依的面供出了顾廷炫这个幕后指使之人。我嘲讽地看着他，字字诛心，你心心念念的少年郎，不仅为了前途用阴损之法，害你沦为供人玩乐的继子，现在还要杀了你。他日后娶妻生子平步青云，却害得你永堕地狱。柳依依，你甘心吗？他不甘心，所以他在这个流血的黑夜痛哭，恨得咬牙切齿，浑身发抖。我不会放过他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很好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让人把柳依依藏起来，向顾廷炫传达了柳依依已死的消息。殿下为何不直接顺水推舟，弄死柳依依呢？春哥为我打抱不平，自己动手多没意思。顾廷炫的生辰快到了吧，我送他一份大礼。顾廷炫几日不得召见，心急如焚，竟想要约见东贺。我让皇兄压下参奏顾廷炫的奏折，又让东贺回他，我有意求父皇把顾家的侯爵封为公爵，并让皇兄邀请顾廷炫到皇宫来办生辰宴。众人都说这是皇家认可顾廷炫的意思，他解决了禁忧，不需要远虑，一时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走到哪里都高昂着头，像一只骄傲的孔雀。生辰宴那天，我甚至用我的名义将京城里排得上号的权贵全都请到了皇宫。顾廷炫穿着一身靛蓝色锦袍，脸上挂着笑意，
矜持道：“殿下，这么大的排场，臣恐怕受不起。”我拿起一杯酒敬他：“怎么会呢？这戏台子本身就是我为你搭的，没有你这个主角登场，戏还如何唱下去？”身为今天的主角，顾廷炫逐渐被人围住宫闱，只是在不起眼的角落，一个身着宫女服的女子正悄悄地向顾廷炫靠近。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寒暄客套的氛围里时，那女子拿出一把剪刀，精准地刺中了顾廷炫的下体。周遭瞬间安静，随后便是刺耳惊恐的喊声。原本恭维顾廷炫的人此刻全都远离他，而顾廷炫本人想要反抗，抬手却发现浑身像被抽干了力气，只能躺在地上疼得打滚。我敬他的酒里放了东西，而那女子正是被我安排进来的柳依依。眼瞧着她发了疯一般的继续刺他，我才抬手让禁卫军慢悠悠地赶过来，控制住了柳依依。而此时顾廷炫的靛蓝衣袍下摆已经被鲜血染红，他还是不甘心地朝我看来，嘴唇一张一合。太……我分辨之后嗤笑一声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里遍布裂痕的幻魂玉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世间之爽快事，莫大乎此。我遣散所有人，把父皇母后唤了过来。闻声而来的还有顾廷炫的父母，他们听闻儿子今后与太监无异，哭求父皇彻查今日之事。顾廷炫原本疼晕过去，我让太医给他医治时不必使用麻沸散，不过多久他便又活活痛醒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强撑着咬牙为自己辩解：都是柳依依，都是那个贱人害我。殿下，我是被他用妖术蛊惑的，你要信我啊！而柳依依一句也不为自己辩解，只脸上带着嗜血疯狂的笑。被拖下去时还嘶吼着：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啊！父皇母后一头雾水，我与皇兄对视一眼，让人把那妖道拖了上来。那妖道如今不过30岁，却已身躯佝偻，须发皆白。使用幻魂玉这等阴损之法害他人者，施法之人须以50年寿命为代价。那妖道被找到时平静异常，只说他曾被老侯爷所救，救命之恩自然须以命来还，他所做一切皆不后悔。我像丢垃圾一般把那幻魂玉扔在妖道的身上。救命之恩，你的救命之恩为什么要让我来付出代价？我只要一想到我上辈子的悲哀，竟然是因为与我毫不相干的救命之恩，胸膛便开始像滚了开水一般痛苦难耐。数十年多孤苦飘零的日日夜夜，让我此刻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我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仇恨，拔出离我最近的禁卫军的刀，一刀捅进了妖道的心脏。等那妖道的身体倒下时，我才像重获新生。顾家的人瑟瑟发抖，而父皇母后满目担忧。皇兄走近我，声音轻柔：安音乖，不怕了，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。我丢掉手中的刀，跪在父皇母后面前，向他们一字一句地讲述了顾廷炫的阴谋，还有我上辈子遭遇的一切。听到那句指尖血保护了柳依依时，母后将我抱在怀里，哭成了泪人。父皇直接下令把顾府抄家夺爵，直系亲属全部流放。守了20年规矩，从来端正持重的皇兄直接亲自上手，把躺在地上装死的顾廷炫提溜起来，一拳又一拳，直至顾廷炫的脸血肉模糊。我没有让父皇直接杀了顾廷炫和柳依依，而是把他们锁在了同一间地牢里。柳依依命不久矣，而顾廷炫身有残缺。昔日的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爱意，在现实前被击得粉碎。我让牢狱每日给他们用刑，身痛却不致死。他们两看生厌，即使自己身负重伤，也日日用最恶毒下流的语气攻击对方。1年之后，柳依依死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仍旧瞪着顾廷炫的方向。我去地牢看他时，他裸露在外的皮肤沾满了血液干涸之后的黑红色痂块，由于那玩意儿被剪，小便失禁，臭不可闻，像一只被圈在猪圈里的猪。他已然认不得我。听说顾廷炫与一具尸体待了1个晚上，第2天精神恍惚，在地牢里又哭又笑，说什么自己是驸马爷，是国公爷，说自己有儿有女，妻妾成群。顾廷炫也有了上辈子的记忆。从顾廷炫疯癫的只言片语中，
我知道原来上辈子的嘉诚公主死后，顾廷炫装过一阵子的伤心欲绝，他不接受任何人说亲，说是要悼念亡妻，就这么守着2个孩子过了5年，就连我的父皇母后也深受感动，亲自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。顾廷炫以孝道为由推拒不得，自此以后娇妻美妾在怀，面子里子都有了，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可这辈子却只能日日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度过了。我从来不是什么心善之人，所以没有让人停止对顾廷炫用刑。害人者终害己，他得为此付出代价。琼娘的身体火化的那天，住在京郊的一家无缘无故的彻底失踪。我把琼娘的骨灰摆在那母子3人面前，逼着他们向苦了一辈子的琼娘叩首请罪，最后当着琼娘的面把他们全部绞杀。我将琼娘的骨灰随风散了，让人在各地设立专门收留女子孩童的居所，命名为琼善堂，为无数个琼娘这般的女孩子提供庇护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们也该不断进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